你敢相信吗？一家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主板上市公司，竟然把未来最值钱的 AI 核心产能大刀阔斧地搬到了泰国。就在最近，这家叫英诺特的公司宣布，砸下几百万新元在泰国春武里建新厂，专门生产 AI 数据中心最关键的液冷组件。听到这，估计很多人第一反应又是那句老话，完了，新加坡的制造业又流失了，企业又跑了。当 AI 风暴席卷全球的时候，新加坡本土的企业却选择把最核心的制造基地落在泰国，这难道不让人细思极恐吗？你可能很好奇，当工厂集体离开新加坡，新加坡究竟是在无可奈何地失去制造业，还是在下一盘我们普通人根本看不懂的更大的跨国棋局？更可怕的是，如果今天被代替的是底层工厂，那明天离开的会不会是高阶研发、企业总部，甚至是那些最顶尖的科技人才？英诺特宣布，在泰国春武里设立全资子公司，注册资本1000万泰铢，约390万新元。新工厂计划在8月启动，预计总资本开支大约750万新元，首个液冷组件项目最快10月量产。这些数字听上去像一则普通扩产公告，但真正的重点在液冷2个字。很多人一看到精密金属零件，就会下意识把它归到传统制造。可这次完全不是那个逻辑，因为它切入的是 AI 基础设施最热的一条赛道。现在的数据中心，尤其是训练和推理大模型的高密度机柜，发热量已经不是以前那种风扇吹一吹就能解决的级别。高性能 GPU 功耗一路往上走，机柜功率密度也越来越高，风冷的效率、噪音、能耗和空间利用率都开始碰到天花板。于是行业开始加速转向液冷，包括冷板液冷、浸没式液冷这样的方案。你会发现，市场表面最热闹的是谁的模型更强，谁的芯片更快，但真正能稳定吃到长期需求的，往往是给整条 AI 淘金热提供基础设施的人。英诺特卖的不是一个普通零件，它卖的是 AI 时代的数据中心必须买单的散热能力。说白一点，这不是盖厂房，这是在抢一张卖铲子的门票。最值得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是泰国，而且是春武里？既然液冷这么关键，为什么不直接放在新加坡？答案其实很现实，就是空间。新加坡最大的约束，从来不是不会做，而是做不大。地少，电力紧，工业用地贵，很多项目不是技术上不能落，而是规模上不划算。反过来看春武里所在的泰国东部经济走廊，它刚好补上了新加坡最缺的东西。第一是成本，土地、人工、扩厂弹性都比新加坡宽松得多。第二是供应链基础，春武里长期就是泰国工业重镇，汽车、精密机械、自动化设备、金属加工这些生态都在。做液冷组件这种需要加工精度、配套速度和量产能力的项目，不是从零开始。第三是规模化能力。根据公司向交易所提交的资料，新厂土地面积大约10974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5175平方米。这样的体量和推进速度，在新加坡很难复制。新加坡擅长的是客户、工程方案、资本调度和区域管理，泰国擅长的是把一套东西稳定量产出来。问题从来不是谁替代谁，而是谁更适合放在价值链的哪一段。新加坡过去几十年的升级路线其实非常一致，先放掉劳动密集型，再放掉低利润组装，现在进一步放掉大规模、重资产、可复制的生产环节，留下来的反而越来越集中在高附加值的位置，比如客户关系、产品定义、工艺研发、自动化方案、全球采购、金融管理，还有区域总部功能。也就是说，过去的制造业是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一条线串起来，今天新加坡更像是在做另一种版本，研发、设计、资本、管理、全球配置，生产环节则放到最合适的地区去完成。所以很多人担心 Made in Singapore 正在消失，
这个判断只说对了一半。地理意义上的本地生产确实在缩，可同时出现的是另一种更强的东西 ：Designed in Singapore, Managed in Singapore, Controlled by Singapore。真正关键的不是零件在哪个国家压出来，而是谁定义产品标准，谁拿下客户，谁掌握工艺，谁控制整个订单流和资金流。如果这些还在新加坡手里，那它失去的就不是制造能力，而只是把最低效的那一层主动切出去了。AI 时代的产业链已经越来越不像单个国家能独立吃下来的样子，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区域协同。新加坡负责研发设计、融资上市、全球客户和高端人才，泰国负责液冷组件、自动化制造和扩产，马来西亚这几年在数据中心落地、电力支持和算力部署上动作很快，越南继续强化电子制造和工程师供给，印尼则握着镍资源、电池链条和庞大的数字市场。把这些拼起来，你会看到的不是几个国家彼此抢饭碗，而是一个越来越像样的东南亚版 AI 供应链。真正的竞争对手也不再只是隔壁国家，而是谁能在全球价值链里成为最不可替代的节点，谁能把资源、制造、能源、资本、客户和技术组织成一个完整生态，谁就更有机会吃到下一轮 AI 基础设施扩张的红利。未来不是国家打败国家，而是生态打败生态。对新加坡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每一段都亲自下场，而是让自己永远站在那个最有议价权的位置。泰国在升级自动化和工业能力，马来西亚在吸引数据中心和科技投资，越南在补工程人才和电子产业链，印尼也在资源和数字经济上加速往上走。换句话说，别人不只是便宜，别人也开始变强。当这种变化出现，新加坡就不能再靠一句因为我是新加坡，所以总部自然留在这里。他必须持续回答3个问题：为什么研发一定要在这里？为什么资本一定要经过这里？为什么最顶尖的人才愿意长期留在这里？如果这3个问题回答得越来越弱，那今天搬走的是工厂，明天搬走的可能就是实验室，再往后甚至可能是决策中心。那个时候，问题就不是制造业外迁，而是整条价值链的控制力开始松动。所以这次英诺特去泰国建厂，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厂房本身，而是新加坡能不能继续守住大脑的位置。只要大脑还在，外部产能越大，它反而越强。今天的制造业越来越像是技术标准、知识产权、客户网络、资本组织能力，还有跨国供应链的调度权。工厂放在哪里，当然重要，但已经不是唯一重要。更重要的是，谁定义产品，谁拿着客户，谁掌握技术，谁控制价值链的大脑。英诺特这390万新元看起来像一次普通扩张，但它透露出来的信号很清楚。AI 时代的新加坡制造正在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一个能力概念。未来你会看到越来越多产品在新加坡设计，在泰国生产，在马来西亚部署，最后迈向全球。生产地点不在新加坡，不代表价值创造就不属于新加坡。未来10年，决定一个国家位置的，不再是谁拥有最多工厂，而是谁能成为整个区域产业链最聪明、最难替代的大脑。如果你是新加坡决策者，你会继续尽量把工厂留在本地，还是把资源更集中地压在研发、资本和人才上？你觉得 Made in Singapore 是在升级，还是在被掏空？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。接下来真正改变亚洲格局的竞争，可能不是谁多建几座厂，而是谁先重新定义什么才叫制造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